抱歉，女士，这张卡余额不足，麻烦换这张。不好意思，这张也失效了。什么？老公，还没发工资吗？宝宝奶粉吃完了。家不是靠我一个人撑的，我希望你学会独立，而不是像条活不起的寄生虫。寄生虫？女士，您这奶粉还要吗？对不起，我先不要了。有屁快放！我这把牌正好。妈，周晨单位这个月工资延迟了，您看能不能先帮我照看2天小宝？我出去找个零工。不能，我养大周晨就已经功德圆满了，少来这道德绑架！缺钱找你娘家要去，彩礼不是还有6万6，让你娘家给我吐出来！他们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就是1年前女儿悠悠重病那次吧。除了彩礼嫁妆，甚至连我婚前攒了10年的积蓄也全被填了进去。老公，悠悠生病了，需要一大笔医药费。老婆，我手里的钱都在理财，取不出来，你先想想办法垫上，到期后我一定1分不少还给你。好，老公，你快点回来，悠悠还在等你。也就是从那天起，婆婆看女儿的眼神全都是嫌恶。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讨债的，命里带煞，专来拖垮我们一家人。周晨也开始向我抱怨，舅舅公司组织优化，虽然我没被裁掉，但大环境不好，薪水直接被拦腰斩了。你不出去工作，根本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光景。让你爸妈多帮衬帮衬，等舅舅周转过来，薪水总能涨回去的。到时候我一定加倍补偿你们娘俩。这一等就是1年，等他从创业熬成负债，等他薪水从2万缩成5000，等我和女儿成了他嘴里活不起的寄生虫。悠悠，我们只能去找舅舅了。姐，你怎么来了？先进屋。悠悠，来，舅舅抱。弟弟，姐也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的，能不能先借姐点钱？姐，说真的，看你把日子过成这样，我心里也挺难受的。这5000你拿着，不用还了。但我真的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你得从那个坑里自己爬出来。好，弟弟，那姐就先回去了，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悠悠，跟舅舅说再见。舅舅再见。姐，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姐知道了。原来人跌到谷底时，连影子都会离开你。当初那些敲锣打鼓催我结婚和生育的人，此刻正围在坑边，嘲笑我的狼狈和无能。去哪儿了？这副德行，要死不活的。他们的台词永远是那一套。你得生个儿子，才能在婆家站稳脚跟。我儿子在外面辛苦赚钱养家，你在家连个孩子都带不好。女人要善良大度，不然怎么留住男人的心？结婚后我才懂，那句我养你是婚姻里最大的谎言。瑶瑶，你有没有想过，周晨会不会外面有人了？外面有人，那对方为什么不上门呢？他又为什么不跟我摊牌？我看你是被那些狗血剧荼毒的不轻。现实里的婚外情，不管是周晨还是小三儿，更或是你那个婆婆，他们都会配合算计发妻，送上门来让你抓。你当演电视剧吗？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来你家一趟吧。好。你老公不在家吧？不在，他出差了。瑶瑶，你别怪我说话直接，可能是我在律所见多了的缘故。没事儿，你说吧。我给你列几个事实，你冷静想想。第一，他停止给你家用多久了？第二，你还能解锁他的手机吗？第三，小宝马上2岁了，抚养权的归属将不再倾向于母亲，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那该怎么办？找私家侦探吗？私家侦探？你有钱吗？正规且能办成事儿的私家侦探，起步价不会低于6位数，后续花费更是无底洞。其次，他们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因侵犯隐私而被认定为无效，搞不好对方反而可以借此讹你。那我该怎么办？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现金？4750块，刚买完1罐奶粉。好，这笔钱从此刻起1分都不要动。
当做你最后的备用资金。这是我师兄的名片，地址和电话上面都有，我把你的情况都给他说了，你直接联系他。生活上的周转我会帮你，但专业的事交给他。好，我都听你的。那行，我就先回去了。宋小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朋友。瑶瑶，我定了，考研以后要进红圈所当大律师。恭喜啊，我也定了，毕业就和周晨结婚。他说要给我一个家，我以后就当他的贤内助。你个恋爱脑，不过只要你开心就好。我们俩不管走哪条路，都要过得风生水起。一定。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读研，而我选择了嫁人。就这样，我们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5年过去了，他在一家顶尖律所实习，意气风发，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变成了老公嘴里活不起的寄生虫。喂，你好，陆律师，我是宋小雨的朋友，我叫江瑶。江女士你好，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在现阶段，你的首要任务是收集证据。等你丈夫回家，你需要完成2件事。第一，把他钱包里所有卡片全部拍照，哪怕只是一张洗车卡，正反面清晰的拍照留存。第二，仔细观察他是否有备用手机或者其他聊天软件，这些全部拍照留存。记住，无论你发现他挥霍了多少，你藏了多少，在拿到完整证据链之前，保持冷静。你能做到吗？我能。周晨，寄生虫是吧？很好，那么猎杀时刻现在开始。收拾几件夏天的，下周还得走。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吗？你有完没完？我刚进家门，气都没喘匀，你就知道钱。记住，在拿到完整证据链之前，保持冷静。饭好了，先吃点吧。我跟你说过，先让老人垫上，等我这边周转开，一分不少都会补给他们。知道了，以后孩子的事儿我不会再烦你了。从这一刻起，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目标是我同床5年的丈夫。宋小雨的预感是对的，周晨的精明和防备远超我的想象。他的手机密码换了，我只能在他熟睡后小心翼翼地用指纹解锁。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通讯录没有任何可疑信号，转账记录干净得像一张白纸，以及我在网络上学到的所有方法，查外卖地址，查酒店订单，查共享设备登录记录，一无所获。家里的财产被你以投资失败、公司降薪、银行还款的名义稀释得所剩无几，就连我的彩礼嫁妆以及我婚前的全部积蓄也被诈尸得一干二净。周晨5年，1800多个日夜，孩子都2岁了，这些算什么？你的下个目标又是什么？照片拍了吗？拍了，但他好像防着我，银行卡1张没有，甚至连身份证都不在钱包里，这样还能申请调查令吗？调查令那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先告诉我，钱包里都有什么？钱包里只有1张加油卡，1张超市购物卡，几张不同品牌的蛋糕券，1张信用卡，再无其他。我是不是没有机会了？稳了，这局我保你赢，但有一点，你还得想办法，务必让他这几天再回家一次。什么意思？他还有可能不回家了吗？非常能，还有2天悠悠的生日就到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先等来的应该是他的离婚协议。是的，我想他这次回家应该是收集贵重的资料，你去看看房产证之类的，应该已经不见了。好了，别慌，接下来每一步都要按照我说的做。把手机里拍到的卡按图原样，全部买回来。你好，买1张1000元的加油卡，办1张2000元的购物卡，买下1张300元的储蓄卡。老公，明天女儿生日，要不要请长辈们一起吃个饭？不必了，瑶瑶，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明天你应该会收到我的律师寄出的离婚协议。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好聚好散？5年婚姻，周晨，你跟我说好聚好散，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别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越来越消耗彼此。好的感情不该是这样互相拖累。我希望你能要点脸。他终于摊牌了，那个一直用房贷压力、事业瓶颈来自我麻醉的假象，到底是碎了，彻彻底底，连一点自欺欺人的余地都没有留给我。女人这辈子到底要趟过多少次坎？怀胎10月，分娩阵痛，以及为了一口奶粉钱不得不放下的尊严。而当你以为终于要守得云开，才发现那个本该在岸上拉你一把的人，早已抽走了所有木板，并狠狠将你推下深渊。他不回来了，我没有机会了。冷静，
离婚诉讼中，只要一方不同意，婚姻关系就不会立即解除。现在我们还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你目前最需要做的不是对抗，而是扮演好一个试图挽回丈夫的情绪稳定的妻子。只要你不自乱阵脚，这场仗我们就有胜算。好。你好，快递。1. 放弃孩子的抚养权。2. 抚养费每个月800元。还有胜算吗？当然，你现在还住在他的房子里，只要你不走，他就无法彻底切割。所以，不回应，不争吵，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生活，直到他先沉不住气主动回来找你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炖了你爱喝的山药排骨汤，洗洗手先吃饭吧。江瑶，你非要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难堪是吗？如果把事情闹中能让你如愿以偿，你根本不会浪费半句口舌。周晨，我不管你外面到底有什么，但这里是我和女儿的家，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头。这房子我已经委托中介挂牌了，你恐怕住不了几天了。汤要凉了，我们母女不挑，给我们租个合适的房子就行。这个女人怎么不闹？是的，要搁从前，听到卖房2字，我恐怕早就歇斯底里了，但现在不会，我有比情绪更重要的事迫在眉睫。今晚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我先给你们找个住处。好，我的任务完成了，猎杀时刻正式开启。我现在最庆幸的是，终于学会了把情绪和目的彻底分开。要哭可以等夜深人静时蒙着被子大哭，因为谈判桌上没人会在意你的眼泪。工程很好，接下来进入第2阶段，不配合，不沟通，让他所有的计划都落空，直到被逼至极限，他会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他先起诉。正确，这样一来，私诉费就由他来承担。我们需要等的是法院的档期。好。房子给你们找好了，你们立刻搬过去。您好，我是受周晨先生所托带客户来看房的。抱歉，这是我家，我不同意卖房，请不要再带人来了，否则我会投诉你们骚扰。喂，你好，周先生，您好。您这套房里住着其他房主，这边只能先将你的房源信息撤下。什么？我一会儿来处理。你们谁啊？我已经跟原房东租了这套房子了。江瑶，你他妈敢动我的房子！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臭婊子，我绝对让你净身出户！陆律师，周晨果然起诉了。很好，诉讼费他出，法院给了90天的调解和准备期。90天？没错，这90天就是我们完成证据闭环的黄金时间。那需要找人跟着他吗？不必，你什么都不用再做。开庭前最后24小时，我会指导你去做最后一件事。好。江瑶，你他妈敢拉黑我，还敢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你疯了！周先生，请控制情绪，这里是法院调解室。我方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你需一次性支付住房安置费，用于我方当事人及女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过渡。第二，鉴于你方在过去2年未尽抚养义务，所以抚养费需按标准一次性付清至子女成年。江瑶，你这是穷疯了吧？想让我一次性付20年房租，结清16年抚养费，简直痴人说梦！既然无法达成共识，那我们法庭见。现在立刻查询你当初购买的所有预付卡、购物卡、加油卡的实时余额。好，总攻的时刻终于到了。你好，帮我查一下卡号123的加油卡余额。什么？0元？查询卡号456的购物卡余额也被用完了？蛋糕卡里的余额只剩下3块8毛钱。陆律师，全被刷干净了。果然，立即报警。报警？对，以名下预付卡被盗刷为由，清晰说明卡号、购买记录和余额异常情况。带上所有原始购买凭证和通话录音，我马上过来与你会合。好。资料都带齐了吗？都在包里。好，我们先去监控室。原来他依然会爱，只是这份爱早已与我无关。这人你认识吗？从没见过这个女人。景光，
我的当事人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们报警的核心是名下财产在不知情情况下被盗用，至于使用者和同行者身份，正需要贵方依法查明。好，我看一下加油站的监控。把车牌号记下来，迅速查一下车主信息。等等，警官，暂停一下。怎么了？这个开车的男人侧面看起来很像我丈夫。原来如此，警官，如果消费方确为当事人的配偶，那这很可能是一场夫妻间的财产误会。那就是家庭内部纠纷了。是的，我们申请就此撤案，自行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给各位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以后家里钱的事儿沟通清楚，别再因为这种误会报警了。签个字吧。不好意思，麻烦了。回去好好问清楚。好的，我们这就回去问。所有原文件全部零成本提取。要想拿到婚内另一半重大过错的证据，未必只有当场捉奸这一条路。可是法官真的会仅凭这几段后续的监控画面就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吗？单凭这些肯定不够，但目前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在法庭上，它的作用不是盖棺定论，而是为我们赢得最关键的东西。什么东西？调查令。原告代理人可以进行陈述。尊敬的审判长，原告周晨先生因公司优化调整，月收入已从2万元锐减至5000余元。他同时还需独自承担婚前房产的月供，早已入不敷出，只能无奈卖房。然而，被告江瑶女士不仅拒绝配合处置财产，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婚前房产出租，此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因此，我方恳请法庭：一、判决离婚；二、判令被告立即赔偿相应损失。闹吧，跳起来空喊吧，让法官看看你是个怎样的疯子泼妇。奇怪，他怎么这么冷静？被告是否对原告陈述有异议？审判长，关于感情是否破裂，房屋租赁是否合法，我方后续会详细陈述。在此之前，我想先向原告请教几个问题。准许。周先生，刚才您的律师提到，您目前经济非常拮据，那么请问除了工资卡，您名下是否还有其他账户存有大额资金？没有。也就是说，您目前可支配的存款非常有限，是吗？对。第二个问题，您声称感情破裂源于生活琐事和经济压力，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您是否有过大额的、非日常的、完全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开支？我方当请原告本人回答。没有，我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正常支出和还贷，这一点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既然原告坚称没有过任何未用于家庭的非常国开支，基于这一陈述，我方现申请提交一组新证据，以核查其真实性。这里面有3段监控录像，因为取证日期在昨日深夜且附带报警回章记录，因此昨夜我们才紧急提交给法庭。监控？什么监控？这女人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第一段录像是在商场陪林薇女士购物，第二段录像是在加油站为林薇女士的车加油。停。这是第3段画面，蛋糕店监控。你们在橱窗前的眼神，不用我多解读了吧？审判长，这是明显的证据偷袭，对方故意拖延提交，干扰法庭秩序。原告，请控制情绪，坐下。别激动，先坐下。审判长，基于原告存在长期隐期转移期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且消费的流向直指林薇女士，我方正式申请调查周晨与林薇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全部资金往来与共同资产。反对。审判长，对方在恶意扩大审理范围，骚扰案外人。林薇女士非本案当事人，其财产状况与本案无关。这怎么回事？审判长，鉴于对方突然提交的新证据，我方请求暂时休庭，准备抗辩。准予休庭。佳瑶，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偷换我的卡，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换什么卡？这几张卡不是你亲手从我包里拿走的吗？夫妻一场，我没报警说你偷盗已经是看在往日情分了，你还好意思反过来指责我？你绕这么大一圈，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
我要你名下那套房子过户到我一个人名下，作为交换，你转移的那些说不清去向的财产，我可以既往不咎。你疯了？那是我的婚前财产，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趁火打劫。哦，这样，那就算了，后面的官司我奉陪到底。好，那我们继续开庭。站住！我申请撤诉。周晨撤诉了。意料之中，他现在肯定以为只要不离婚，你就拿他没办法，房子也卖不了，他能继续拖着你，一边在外面过他的潇洒日子，一边把你孩子困在原地。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很简单，他想躲，我们就把他逼出来。他以为撤诉就能万事大吉，那我们就换个战场，把水搅得更浑。事到如今，跟谁打官司，打什么官司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背后的人也坐不住。你是说他舅舅？没错，周晨的底气全来自于他舅舅的公司，他的工资、福利，那些见不得光的购物卡和额外收入，全都是他舅舅给的。他敢这么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断你家用，就是笃定了他舅舅会给他包底。那我们就直接把火烧到他舅舅身上去。好，就这么办。按照你整理的资料，我已经提交了立案申请。好，相信要不了多久，他舅舅公司应该就会收到法院传票。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等他来找我们。张总，我们公司被一位名叫江瑶的女士起诉了，这是传票。好你个江瑶，备车。好。舅舅，你怎么来了？看你老婆干的好事儿。这个江瑶在我这里拿不到钱，居然闹到您这儿了。别说废话，赶紧处理好。舅舅，现在他把我都拉黑了，我也找不到他。先整理一份你的薪酬、福利的完整明细，并写一份情况说明给他的律师。好。这位张总危机处理的可真高效，表面上真是无懈可击。但他们上钩了。现在我们手握3套数据：一、舅舅提供的福利清单；二、商场加油站的消费记录；三、法院调查令查出的完整数据。接下来我们只需把3份名单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知道漏洞在哪儿了。事不宜迟，马上对比。找到了，他们公司福利清单里的一些卡卡根本没有出现在商场和加油站的消费记录上。商场和加油站记录里大部分用于高消费的卡卡也根本不在公司福利清单里。这也就是说，有来路的卡没去路，有去路的卡没来路。对，现在他们需要就每一张不在独立清单中的购物卡说明来源。最后就看他们怎么选了，要么承认舅舅做了假账，要么承认这些卡来自其他非法途径。周晨涉嫌受贿或职务侵占，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死局。我很期待他们的抉择。来了，江瑶，你们这盘棋下得够绝呀！张总，第一个主动来找我们的不是周晨，也不是林薇，而是您。看来您已经算出这笔账的盈亏了。小江啊，咱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你看，事情闹到这一步，对谁都不好看。不知道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看着这个曾经在我们婚礼上致辞夸周晨娶了好媳妇的长辈，此刻只觉得无比陌生。张总，谈不上误会。过去3年，周晨的账面工资从2万变成5000，我和孩子等到的解释永远是公司困难，大环境不好。你们之间的勾当，少的不是那15000块钱，是他作为丈夫和父亲本该扛起的责任，也是这个家活下去的指望。您作为长辈，非但没有劝他回头，反而配合他在外面维持另一种生活。别给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直接开价吧。怎么才能撤诉？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把这15000的差价连本带利补给我；第二，说服周晨把他那套房的剩余贷款结清，干干净净的过户到我个人名下；第三，按2万月薪的基准，将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到女儿成年。江瑶，你胃口未免太大了。您的公司只要存在以卡带薪的现象，就绝不止周晨一人。一旦深挖，意味着要为全体员工过去数年的类似收入补税加罚款，这将是一笔足以让公司现金流断裂，甚至直接破产的天文数字。张总，几百万的封口费与公司倾覆的风险相比，对您来说孰轻孰重，还是分得清的吧？好，我答应你。去把周晨叫来。好的，张总。
舅舅，你找我，在公司别叫舅舅。小陈啊，你在公司干了多久了？有10年了吧？怎么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江瑶现在手上的证据很充分，这次恐怕保不住你了。舅舅，你一定要救我！救你了，公司就得完蛋。你去求一下江瑶吧，毕竟你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好，我这就去。悠悠真棒！悠悠，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啊，妈妈去开门。好。你怎么找到这儿了？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手下留情，夫妻一场，你给我留条活路吧。可是周晨，当我和女儿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当你在电话里叫我寄生人的时候，当你用公司的卡带别人逛街、加油、住酒店、博红颜一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有家要养的人？当你配合你舅舅做假账，把我的钱全部榨取干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给我和女儿留条活路？现在轮到你了，你知道要活路了，我告诉你，晚了。不晚，老婆，一点都不晚。只要你肯撤诉，我什么都答应你。我的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江瑶，你别太过分。这是你欠我们母女的，要么答应我的条件，我们签协议，我立刻撤诉；要么我们就法庭见，看看最后到底谁身败名裂。江瑶，你给我等着！进。舅舅，我低声下气的求他，威胁他，江瑶他都油盐不进，怎么办？打电话给他的律师，约他们线下谈。好。喂，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好。周晨那边希望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听这话应该是他舅舅的意思。好啊，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么谈。有我在，也不用太担心。那现在就出发。好。来了，坐吧。小江，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年轻人的婚姻出了问题，好聚好散，没必要闹得鱼死网破。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这个做长辈的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你看这样行不行？房子我们可以把婚后还贷和增值部分一次性折价80万给你，孩子的抚养费按每月2000，按年支付。另外，我们额外再给你20万补偿。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你立刻撤诉，你看怎么样？张总，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80万的折价，按年支付的抚养费，20万的补偿，您怕是忘了，我们手里的证据不仅能证明周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还能证明贵公司存在虚增成本的违规行为。一旦这件事进入司法程序，贵公司需要补缴的税款和罚款，恐怕就不是几百万能解决的了。张总在商场上打拼这么多年，不会算不明白这笔账吧？我们这里还有贵公司给周晨发放的数十张购物卡、加油卡的消费记录，时间跨度长达3年，总金额超过40万。这些福利都没有在周晨的个税申报记录里体现。我想贵公司里像周晨这样的中高层应该不止1位吧？所有的福利卡发放都合规吗？都纳税了吗？好，我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舅舅，你闭嘴！要不是你惹出来的烂摊子，能有今天这些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解决之后，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公司上班，签15年的服务协议，薪资直接划到公司抵债，不然你就给我滚出公司。张总，协议我已经拟好了，请过目。签字吧。小江，事情就到这儿吧，协议签了，款也付了，房子也过户了，以后各自安好吧。恭喜，如愿以偿。谢谢你，陆律师，你的报酬我一会儿转你。好，那我先回去了，以后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房子、存款都给他了。什么？你疯了？房子给他就算了，存款你也敢给？周晨，你把我当什么了？
要不是你每天催着我离婚，要不是你花着我的卡买这买那，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舅舅让我签了15年的服务协议，以后我的工资大半都要拿去抵债，你满意了？你现在怪我了？当初是谁跪在我面前说离了婚就娶我，给我买大房子让我过好日子的？现在钱没了，就把脏水全泼到我身上。周晨，你可真够没种的！周晨，我们分手吧。花了我的钱就想走？周晨，你敢打我！我不仅打你，我还要起诉你，我要你返还恋爱期间的所有大额开支。那你去起诉啊，反正我也没钱，大不了就是和你耗着，谁怕谁？大晚上的吵什么？你看看你，被狐狸精迷了心窍，好好的家都被你作没了。哎呀妈，你别说了，我现在正烦着呢。行，我也懒得管你，我走了。今天在舅舅面前好好表现，一定能让舅舅重新对我予以重用。周总，张总让你去一下他办公室。张总有说是什么事吗？没有。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舅舅，您找我。小陈，从今天起，你就从公司底层的业务员做起。什么？舅舅，您不能这么对我！这么多年，我对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还好意思说苦劳？这些年你带的部门年年亏损，你在外面捅的娄子，哪次不是公司在给你擦屁股？那工资呢？工资肯定是什么岗位拿什么工资。哎呀，这也只是暂时的，你好好干，干出成绩了，我再把你提上来。好，没了，什么都没了。林薇那个贱人只爱我的钱，只有江瑶是真的爱我。不行，我要去把她和女儿找回来。江瑶，我求你开门，我错了，我这次是真的醒悟了，我发现我爱的人从始至终都是你。周先生你好，我受江瑶女士所托，是来将这套房子出售的。怎么可能？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她怎么可能舍得卖掉？江瑶！周先生，江瑶女士已经搬走了，这套房子也确实转售给他人了。我不相信，她曾经那么爱我。周先生，你也说了是曾经，我希望你向前看。江瑶就是最好的，你一定知道她搬去哪儿，我求你告诉我。对不起，这个我真不知道。喂，宋小雨，你一定知道瑶瑶去哪儿了，对不对？我求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当初背叛家庭、伤害瑶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个结果？弟弟，我的好弟弟，你姐是不是来你这儿了？我找不到她了。你来干嘛？打住，别叫得这么亲切。我现在不是你弟弟了，从你对不起我姐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我姐夫了。还有，不要再找我姐了，你们已经离婚了。好啊，贱人！我这才开始没钱，你就出来乱搞，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是吧？怎么回事啊？哥，您别生气，我去处理好。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还只是公司的小业务员，谁愿意跟着你受苦啊？周晨，不要一天怪这个怪那个，难道这一切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林薇，你什么你？是不是又觉得是我害了你？周晨，我们到此为止吧。我之前对你的真心也只是因为你会给我钱花，所以我们不要互相折磨对方了。原来真心从来不需要花钱，花钱买来的真心也会随着钱消失。江瑶，我错了，我终究还是把你弄丢了，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我们的女儿。爱妻者风生水起，亏妻者百财不入，真是说的一点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啊！瑶瑶，恭喜你终于脱离苦海了。姐，祝贺你跳出火坑，重获新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干杯！干杯！曾经，我以为我养你是世间最甜蜜的毒药。后来才懂，能亲手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才是命运最慷慨的馈赠。猎杀时刻终于落幕，而属于我的黎明，正在我的脚下。